早啊！看看我们家，我们这里啊，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啊，这里旁边啊，一下楼啊，多方便啊！下楼就有个海鲜店，专门卖海鲜的啊，专门卖濑尿虾，哇，各种各样海鲜，价格呢也都还可以，不贵哇。这种虾我觉得特别的好看，它只有早上有。这个海鲜，这种海鲜市场啊，包括那个菜市场里面的海鲜店，都是早上开门，到了下午晚上啊，他们就关门了。到了下午可能再开一开，就是早上跟下午开一开，啊，东西看上去都非常的新鲜，都是好东西，真的都是好东西。西班牙这个海鲜真的是没有话说的。今天有幸来到这个Diagonal 那个大街啊，这个大街上面都是买这个已经比较高级的那种服装啊，包括家具啊什么的。啊，我是来看这个沙发，然后已经看到不少。这个地方真的很不错，就什么东西都有，大量的艺术品。你看啊，这家是卖瓷器的，看见没有？专门卖这种各种各样很漂亮的东西，很漂亮的瓷器啊，买一种很时尚的这种带有那种艺术感的东西啊，包括还有服装啊什么的。这一条大街我觉得是巴塞罗那，它这个真的是展示艺术的一个地方啊，包括这里的咖啡馆都很不一样。当然价格呢是老贵了，随便这个什么东西都是要几千欧元的，所以真的是老贵了。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富人区，很美这个地方。我等一会儿一家一家拍过来看啊，看看有些什么东西能够值得去买。它这个沙发，对吧？要买一个沙发，要买茶几，要买写字台啊，性价比要高，东西要好，这个还真不容易做到。今天我主要是看家具。下午的时候啊，这里的人潮涌动起来了，人多起来了。这个巴塞罗那这个城市啊，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无论是天气上面也好，人比较实在。这里的人他们既会做生意，他们确实挺实在的啊，不像这种就是说。你比如说像法国人啊、英国人们要讲点那种绅士情节，对吧？法国人们要有浪漫主义情节，对吧？虚头巴脑的东西，这里反而比较少啊。这浪漫主义嘛，浪到后来嘛，总归是对吧？这种性格很奇怪的人很多啊。绅士情节嘛，要追求很高档，要追求体面，对吧？那么就是各方面这种要求啊什么的都非常多。你可以说他绅士情节，英国人啊很会挑刺，鸡蛋里面挑骨头，这个是英国人很擅长的，就是说每一点细节上面，他们对细节要求很高啊。你可以说是一个好习惯，也可以说是一个坏习惯。在这个叫什么，在西班牙这里啊，我就发现他们这里的人呢就比较实在，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有什么打折啊什么的，他们都就是不会很小气的告诉你，就让人家觉得很真诚。我也说不清啊，这个很难说得清楚啊。整一个就是感觉就是让人觉得很真诚，买东西啊，跟别人聊天啊，跟各种各样的人这种各种各样的接触啊，感觉还是比较真诚的啊。因为我现在接触到现在啊，从律师也好，从这个就是店里的营业员也好，包括这种什么中介公司啊，对这里的西班牙人啊，我全都接触过啊，而且打了一段时间交道，感觉人都比较真诚，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但是呢，你要追求美啊，你就要付出代价，你知道吗？就是说，美的东西都好贵啊。我现在看下来啊，就是说我看得上眼的东西啊，都好贵啊！这么冷的天，他穿着短裤，你看这火腿店怎么这么漂亮？这个颜色啊，这个火腿的这个颜色，你看看哦，好漂亮啊！真的是怎么这么漂亮啊？全都是一个个火腿啊！这是一家咖啡店嘛啊，外面喝咖啡的，里面是一个
一个全部都是火腿啊，像用金的指头包着的火腿，真的漂亮。其实，在欧洲啊，就是说你如果有钱啊，就是这个生活是相当的舒服的。所以很多的俄罗斯的这些就是富豪，对吧？他们最喜欢来就是到欧洲这种地方来，啊，想买的东西都有啊，想要的东西全都有啊。这劳力士手表，只有你想不到的啊，没有买不到的。花店啊，这个花店里面的人啊，有好多都是在排队买花，你看。哦，这里面看不到，里面好多人都在排队买花。哦，这个花店好大的。哦，从这里走进去，隔壁走出来，这里是进场的地方。你看人多不多？里面很多人，大家都在看这个花。这里是宜家嘛，哎呀，我要进去买个冰淇淋吃一吃啊。跑到宜家，我就想去吃它的冰淇淋。它的冰淇淋跟国内的这种宜家的冰淇淋不一样。味道很不错啊，这个桌子便宜的，比较合算，而且是圆角的，799块钱，2米乘以2米5乘以1米啊。这个茶几也可以啊，345块钱，1米2乘以70乘以40。哦，脚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还可以，性价比挺高的。其他的我看的都是性价比不高，挺漂亮的啊。它下面是放杂志的，这个报纸、杂志从这里插进去，看书很方便的。这个挺漂亮的，全实木的椅子啊，这个小板凳，拿来换鞋子正好。这个茶几啊，这个茶几原木的，下面是这个脚的啊，原木脚，299块钱啊。这个写字台，599啊，559，说错了，559，可以的。这个是挺漂亮的，这个写字台，漂亮的，做工很好的。这个茶几倒是不错的，这个沙发嘛是一般般，茶几我倒是觉得不错的，原木的，这个也不错的，这个电视机柜啊，也不算电视机柜，你拿来去放其他东西也可以，挺特别的啊，179块钱啊，实木的，有点分量，有点分量的。这个沙发上面那个灯啊。这个灯倒是挺漂亮的，这样的这个一套沙发，这套沙发主沙发应该是1299。这套沙发有个好处啊，所有的垫子都是能够，就是拿开来的，洗起来很方便。到时候垫子一拆，海绵拿出来啊，洗衣机里面一洗啊，这一套子就是可以保持很新的，洗起来很方便。小的一个啊，一个小的699。大的这个1299，真的这样子算起来就不合算了。换鞋的椅子啊，挺好的，但是价格不便宜。这个椅子大概300多块钱啊。这个地毯挺漂亮的，160几块钱。OK， 100%纯羊毛的很大的。法国的Maison du Monde，对吧？这个柜子不贵的，下面全是铜的像扇子一样的，挺漂亮的。59.9块啊，很漂亮。金珠子沙漏，很特别的，金珠子沙漏。这个灯合算的，104块钱，Maison du Monde的104块钱，这个还是很合算的就是沙发前面一个灯这个灯我觉得合算的，买了。这个桌灯这个桌灯也是漂亮的。很特别。这个灯这个灯是放在那个89块钱。里面的东西有一些小东西很适合装饰，很漂亮的。这个桌子挺不错的，看上去又漂亮。而且这个椅子也很不错，这个椅子沙发上面用正好，这个椅子也漂亮。小的那个就矮的沙发的，它是配它这种矮沙发用的，这个也是挺漂亮的，但是价格不便宜。价格大概400多块钱。这个就是西班牙的这个瓷器，著名瓷器雅致它做的也是确实是挺好的，看到没有？这个就是现在雅致的作品。我现在在它的这个巴塞罗那的专卖店门口，东西是做的不错的，但是呢，当然它是批量货很多东西是批量货。这里的呢，可能是它比较经典的一些东西
这里的有一些东西它是手工做的啊，你看看这个小小的这个酒杯啊，我看上去就觉得就是挺贵重的东西是不错的，雅致啊。这个牌子就是西班牙，就是说是西班牙的瓷器。这个牌子呢，就是出来的时间不是很长啊，大概是1950年左右的时候，就是西班牙这里的瓷器啊，就做这样的瓷器就开始了。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很受这种年轻人的喜欢啊，所以呢，就是说还是很受欢迎的啊。但是呢，老派的人呢就没有那么多喜欢，没有那么喜欢，因为他很多地方有一些东西啊，就是说他现在用了现代的工艺，不是那种手工做的了啊，很多都是模具啊什么的这种方法做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去订这个沙发啊，因为我看了那个沙发，那个名牌的沙发还是不错的，那么我们决定经过商量啊。决定定了。今天天气呢很不好啊，阴云缭绕。然后呢，我呢又很敏感。刚才我从家里面走出来嘛，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以后呢，我又看到一个男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第六感啊，看到一个男的呢，就是戴着耳机。这个男的呢，我曾经在路上见到过他，那么我就觉得就是一个盯梢的，可能是小偷啊。或者就是他盯梢的，弄得呢我呢紧张的要命，所以呢我现在真的是看到这个东西啊，我真的害怕。现在小偷太多了，这种盯梢的小偷，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所以呢，也可能啊是自己就是说自己那个神经质啊，但是呢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有被人家盯上了一样。虽然说我包里面没钱，但是如果给人家盯上也很烦的，你知道吗？傍晚的时候呢，有点开始下雨了，啊，这个地方确实是经济真的挺好的啊，不是我说啊，你看各个店里面啊，这种店如果是在中国，这种店是没有生意的。如果这种店在中国，你看里面是没有人在买衣服的，你知道，很高级的店。然而呢，在这里呢，我看见那个所谓的比较高级的、比较好的店家啊，里面都有多多少少有一些人在那边购物啊、买东西，而且包括这里很高级的那种家具店啊，都有人在光顾的啊，不是没有人在光顾，都有人在光顾。而这条大路上面也是很热闹的，就是说，啊，你感觉到了吗？据说现在西班牙有大量的这种中国人啊，都到这里来。这个呢，就是我想买的这个桌子啊，这个桌子还是挺漂亮的，圆角的。这种桌子啊是可以收下去的，那么它其实可以缩短跟拉长的啊。事实证明啊，在欧洲啊，没有车是很不方便的。这一次我跑来这个帮助我这个朋友买家具，对吧？很多东西啊，你没有车，你开不到外面去，对吧？确实是很不方便，很不方便的。因为很多东西，比如说你要买东西，你要买一些小东西，你完全没有办法手提，特别是家具类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就去买个，比如说10个吃东西的那个盘子啊，家里面的锅碗瓢盆，对吧，都要买吧。在这个巴塞罗那，等于说是没有办法，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背那么多的东西，很多东西一下子背回去。昨天我把一个凳子背回去了，然后有2盏灯背回去了，单就背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哎呦，根本就没办法搬。虽然已经是叫了计程车了啊，但是这个东西啊，要从一个地方3堆东西嘛，一个人拿3堆东西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是真的痛苦啊！而且这是从楼下，对吧？楼下东西
从计程车里面拿出来，慢慢再搬上去啊。然后包括这个上车，然后那个人啊急的，就计程车司机啊急得不得了，说快，因为后面车顶在那里。然后呢，这里的人呢也不是很有耐心，不停的在按喇叭，你知道吗？我们没办法，我们就像抢时间一样的，我东西来不及啊，就往你车上塞啊，对吧？我就看得出来，那个计程车司机呢也不太高兴，因为你这东西赶紧往里面塞，他就怕你把他的什么座位啊什么弄脏了，所以我现在就租一辆车，对吧？不然的话就挺被动的，老是就是遭人家白眼，就这么说吧，就是感觉，人家就看着你很麻烦，就像你这个，你拿着大包小包，你上一个车，人家就是觉得，哎呦，对吧？你大包小包也就完了，放在后车厢你放得下也就算了，如果你后车厢放不下呢？你后车厢放不下，然后你就一定要挤到这个前面来，就比如说拿个大箱子放到前面来，那个司机也有点不爽的，因为他这个车啊洗得很干净的，你拿进来以后，人家就嫌你，对吧？这个你本来放在地板上的，你现在放到我这个位置上面来了，就嫌脏，就很麻烦。所以呢，哎呀，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如果你不租车的话，你租了车以后，对吧？你这个车里面随便放什么，没人会讲你，而且你车一停，旁边买东西买好了，把东西放到停车库去，啊，买一件放一件，买一件放一件，那也没有那么辛苦了。所以现在就是说，买到一半，我说不行了，要租个车，而且很多东西啊，在市区里面啊是买不到，啊，市区里面要么这个断货那个断货，我要开到郊区里面来看。你像我现在开到这个大的那个家乐福啊，我想买2把剪刀，你知道吗？买剪刀，买碟子，买一个锤子，就买一个榔头，都得要到外面来买，就是因为买的人太多，你知道吗？所以你的选择还少，你买的人一多嘛，这个东西没有了，那个东西没有了。所以我现在本来是想买把榔头，我到处找不到，所以哎呀，算了，我还是到外面这种大的那种，越到外面啊，这种店就越大，你知道吗？它这种大型的商场啊什么的，你跑进去，你随便选购，对吧？然后选购完了，车一推到自己的车里面，一下货就完了。这样子呢就方便，真的方便很多了。现在我是在巴塞罗那的郊外巴塞罗那的郊外，天气还是很热的，但是我已经开始花粉过敏的症状啊，已经开始产生了，因为已经到春天了，真的到春天了，所以早上一起来啊，觉得有一点小过敏，但是还好没有特别的严重，始终是在这个市区啊，而且这个地方呢植被稍微少一点啊，因为这个巴塞罗那这个地方啊就很干的嘛。很干的，外面的土呢都是黄土，所以它相对来说植被少一点。那我对这个过敏的感觉呢，其实倒还好一点啊，没有太厉害。到了就北欧那边啊，比如说到法国啊、到荷兰啊这种地方，那就厉害了。但是呢，荷兰、北欧那边呢，这个温度还没有这么热，所以呢，现在时间没到，所以我这次事情办完了，我赶紧尽快回家。避开这个花粉过敏的季节。这次呢，租了一个雷诺的车，还挺有意思的。这雷诺现在也算是，改进了。曾经我开的这个雷诺，开过雷诺嘛，这个法国人的车，对吧？它的改进，电子系统是改进了，对吧？看上去好像是酷了很多啊，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好了很多。但是我租的是自动挡的车啊，我不想开手动挡的车。我开得来，但是真的不喜欢开手动挡的车。它的自动系统呢都是挺不错的啊，都挺不错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发动机跟这个离合器，它不是换挡的时候嘛，你能明显感觉到它一顿一顿的。这个是雷诺这个车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基本面做的不好，你知道吗？真的是基本面做的不好。法国的车，不管是雷诺还是标致啊，
它这个车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一档它自动不是自动挡，它换到2档嘛，你明显感觉到咚一下子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嘣一下子就换2档了，然后你嘣一下子换3档了，你就有推背感，这个是忽然之间的推背感啊，这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让人不爽啊。因为这个车啊，这个雷诺这个车啊，我都知道，我就并不是特别的喜欢的啊。但是呢，它确实已经是有改进了，以前呢是更明显，这种什么自动仪表系统什么都没有的，对吧？自动挡，凡是做到自动挡的法国车，我劝你们都不要买，因为这个自动挡这个法国车啊，它就是做的没有日本车好。日本车这种，包括德国车也一样啊。自动挡都做得很好，它很顺滑很丝滑的，就1档换到2档你是完全没有感觉的啊。这个雷诺这个标致雷诺这个车啊，你1档换2档，甚至2档换3档都是有感觉的啊，这个是有感体验，你知道换挡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其他的东西电子系统啊，就是大家都是就像一个模板一样的，大家都有，你有我有他也有，对吧？包括就是说你这个蹭线了，在高速公路上面蹭线了，它也会提醒你，嘟嘟嘟，它会叫的。但是基本面没做好，真的是作孽。你这个老企业，你这个法国车这个车啊，比日本车就是还要早，你知道吗？它这个企业啊，比日本车还要早。但是在我读书，我本来就读电子类的这个科目的嘛，对吧？啊，我的专业啊。我读书的时候就是说，法国车比日本车那个时候就是日本车比法国车领先15年，啊，然后现在日本车比法国车领先20年。他们说，在礼拜天呢，就是很多地方都不开门啊，跟国内不一样。国内大部分地方都开门嘛，礼拜天国外大部分地方都不开门，那就很头疼啦。买东西啊什么的，特别是你在办事情的时候啊，就很头疼。你只有去寻找那种开门的超市啊，像这个家乐福，我开了10公里，这家乐福才有这个家乐福，唯一开门的家乐福。草莓真的棒啊，都才2块2毛9啊，真的很漂亮的草莓。你这地方没想到买西瓜哦那么贵啊，这块西瓜4块3毛9。我实在是看着这个东西啊，嘴馋的不得了，我想来买一个吃一吃。寿司哦，这个10块钱，我觉得还可以。看着肚子好饿，我都好想吃，就买一盒吧。饿死了，好久都没有吃中餐了。我跟你说，在国外呢，在欧洲呢，就是这一点不好。你要吃中餐，有时候啊是找不到，买起来就不方便。我是觉得一定要有车才可以，就跑到哪里都很方便。西班牙是其他没有啊，就火腿这东西啊，应有尽有。但是呢，我又不敢买多，因为冰箱还没到。我买了火腿以后呢，我就觉得，我靠，火腿买回去是买回去了啊，然后还没怎么吃，这火腿要坏掉的，你知道吗？不放冰箱啊，就像这种切片火腿要干掉的，你就不好吃了，你知道吗？那我每一次都很犹豫，到底要不要买？今天的午饭就是这个寿司了，还有呢，想买点米回去。买点米呀什么的回去烧点粥吃一吃，虽然说没有电饭煲，但是烧点粥还是很好的，真的我觉得是不贵的，而且真的是看上去这个东西啊很舒服，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放在烤箱里面一烤，不要太棒啊。这个肋排啊没买烤盘，哎呀作孽了，不然的话呢倒是可以弄一弄，而且哎呀，我这是冰箱还没有冰箱啊。我就是等这个冰箱啊，冰箱一直不到，这个很痛苦的。所以说现在人啊，如果你回到古代社会去啊，这日子不好过的。我跟你说，还有人要穿越呢，你穿看，穿完了我就告诉你，你这日子绝对不好过。5块钱这么大一块牛肉才5块钱，真的牛肉吃到饱了，我跟你说。
真的是牛肉。这次来，每一次来欧洲，我跟你说都是一样的。这个牛肉啊，你是随便吃随便，因为呢，经常在这里啊没有吃过这黄瓜类的这个东西。你看这个番茄啊，这种番茄，这种颜色的番茄，你说奇怪吧？这贵的要命，4块3毛9，啊，看上去有点像桃子的样子。然后这种3块多，所以越一般的番茄才1块多，所以它这个东西啊，就是好看为主，真的是好看为主。这个酸奶啊，这酸奶就很便宜的，不是酸奶啊，是巧克力酱啊。这个东西我也挺喜欢吃，我儿子喜欢吃，对吧？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巧克力酱啊，巧克力食品啊。这个是焦糖味的那种酸奶，只要1块多钱啊！你说多便宜啊！1块钱买这么大4罐，所以是这种东西啊，在西班牙这特别的便宜。而且这种东西呢，应该不是很肥啊，也吃的不会很增肥。这次总算有车了，我是人舒服很多啊。没有车真的是很多东西没法买，我连个面包都没有，就买起来不方便，你知道吗？它有些米是西班牙产的，你煮出来是隔生的那种感觉啊，你肯定就不能买这种米，你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不要买错了。有时候，要买像那种中国那种圆的那种，那么它还可以，不然的话我都很害怕，有时候会买错了以后，它这个烧都烧不熟的。老实说啊，这种就是1块钱跟9块钱、8块钱的这个东西啊，我真吃不出它这个番茄的味道有什么不同。本人啊，就是对这一类的东西啊，我实在是吃不来。吃不出它的味道的不同点。洗碗机的那个洗涤液，洗涤剂，因为洗碗机要用，3块多毛，3块多，这什么东西啊？我也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看上去，这个是这个柔顺剂，我天哪，看上去像食用油一样的，你看到没有？是柔顺剂，应该是。见过这种厨房用纸没有？这太吓人了啊！大型的厨房用纸，3块多一卷，这么大一卷的厨房用纸，太吓人了。这是我老板要的，我老板一定要的这种厨房用纸 Jumbo Roll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多种用途大概都是多种，都一样的嘛。不懂好像差不多的东西。卷一卷3块，它这里写着一卷这个是Maxi Roll 是一卷是2块4毛5那个 Jumbo Roll 好像是这一卷是 Jumbo Roll 是3块3毛5。为什么我要买3块3毛5啊？我买2块4毛5，我买2卷。我搞清楚了，这个叫 Maxi Roll， 还有一个 Jumbo Roll， 你知道吗？这里它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一卷等于平时的8卷这么个用量，这种 Jumbo Roll 呢一卷这个大的一卷等于平时的13卷它压的比较紧那么就是它的用量不一样，一个3块多，一个2块多。但是我决定呢买2个 Maxi 的这种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一卷万一掉水里面了没事还有一卷。逛超市就适于这种肚子饿得要命的时候来逛才会买得多如果你肚子不饿，你来逛超市肯定买不多。饿死了。首先吃寿司哎呀，我这太想吃这个中国的东西了因为都没有吃到这个饭，你知道吗？最近都没有吃到饭，这实在是难受死了。那么我要吃点饭真的会难受的。是的，这个就是说比较西式的东西，你有时候会受不了嘛。没有吃到饭，什么火腿什么的，这吃会，你多吃了你就觉得
实在是太没有吃头了，开心啊！有寿司，买了西瓜什么的。最近啊，天天忙里忙外，太痛苦了，所以我觉得要补充一下体力，不然的话，这个人啊要吃不消了，直接在这个车上直接开吃，看着它做出来的。现在呢，我在巴塞罗那的外围啊，不是在里面，在巴塞罗那的外围。那为什么呢？礼拜天啊，城里面所有的店都关门，那你要买东西啊，包括你要到超市买菜，只能开车出来。你没有一个车呢，你到外面不方便。当然你也可以住在里面啊，里面也是相当多的这种吃的用的，完全可以住上个1年半载不用出来。但是呢，我自己的感受，我是觉得那我还是要出来，那我走出来逛逛，那么一定要有车的。